罗宾，我们可是为你报了一箭之仇啊！我跟谁有仇？史上最贵退一赔三汽车案，退一赔三啊，1650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蓝红没有找过你啊？有关系吧？你也去地下车库？当然不。 550万的进口豪华车售前维修过，车主最后获赔1650万元，堪称史上数额最高的退一赔三汽车维权案。车主称，销售商承诺是全新英国原装进口豪华车，但是保养时发现车有过大修记录，一审判决撤销合同买卖，车主退车，销售商在退还车款同时做出3倍赔偿。 我输入我的生日，门就开了。你别紧张，你家又不算什么国家机密。但我的住宅受法律保护，准确的说是受宪法保护。宪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所以啊，那就请你不要知法犯法。那你告我呀，你就告我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行为人在未经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仍无故拒不退出的，原则上就已经构成非法闯入他人住宅，按理应立案予以追究。我在办公室没有答应的事情，在家也不会答应。那我就不离开了。你这是不讲理。我没打算来跟你讲道理啊。 哎，你去哪儿？我走啊！你为什么要走呢？现在是我闯入了你的住宅，你可以报警抓我。你已经劝我离开，但是我拒不离开。报警！我现在帮你打120。怎么了？我不想跟你缠扯不清。 我但凡能找到别的办法，我肯定不会再来求你。但是我没办法了，我一审输了。现在网络上、报纸上全都是我们的负面新闻，说什么这是史上最贵的汽车维权案，我们必须要上诉。2审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被贴上不法商家的标签。我老公被气得心脏病犯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我可以给你推荐律所、律师。我不要。你认识的律师我也认识，你推荐的律所我也能找到，但是我不信任他们。我们一审找的也是大律所的大律师，官司输了，他一点歉意都没有。那依你的意思，官司输了，律师要给你写一份检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也有律师证，所以你应该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胜诉的机会渺茫。 但是，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我也要去努力。我们输不起。
和平，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去找何塞。何塞，你怎么想的把我推给他呀？何塞和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比较熟。那有什么用呢？你们之所以一审被判赔1650万，是因为你们被认定消费欺诈。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你们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怎么证明？让何塞去找专家，说明 PDI 程序是行业惯例，是否告知消费者，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并且更换车窗、补漆行为，并不会对人身健康、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或者实际损害，所以不构成消费欺诈。现在你可以走了。谢谢你。不客气。以后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你还怨恨我？不，我不喜欢占朋友的便宜，但也不喜欢被朋友占便宜。你是怕我以朋友的身份占你便宜啊？不是朋友，谈不上占朋友便宜。我不会占你便宜的。二审胜诉之后，1650万就是我们付你的律师费。我们不怕花钱，我们注重的是商誉。就跟何塞谈吧。你确定？我确定。我突然觉得我们有很大胜算的可能。当然，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给何塞送这么一个大礼包？因为我不想占这个便宜。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后悔。我不后悔。也不后悔什么？无论什么，只要过去的，我都不后悔。向你学习。心想事成。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对不起，我还有工作，我真的好几个电话都没有回。我听说了你跟你助理的事情。你想说什么？他比丽娜更适合你。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吗？因为你不喜欢听到真话。谢谢你的酒，走了。审判长，被告在交车前对于油漆和窗帘的处理未予告知。被告对我的当事人销售的是一辆大修过的问题车。原告关于车漆打蜡抛光和窗帘更换属于大修的主张，这与公众对于大修的合理认知有着明显的不符。经销商提供了车辆的全套正式进口手续，车辆未被他人使用，符合合同约定。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告知车主，本车的
维修情况，故可以认定其故意隐瞒车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故构成了欺诈。经销商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之时，新车尚未到店，也就是说，经销商当时并不知道车辆存在了瑕疵和问题，而经销商将车辆交付给原告之前，已经对车辆存在的瑕疵和问题进行了处理，并且进行了记载，将这些记载的信息上传到原告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查询到的网络平台上。也就是说，经销商并没有故意隐瞒的意图。